说起未解之谜，我国从古至今的未解之谜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比如宋朝《梦溪笔谈》中曾经记载的一段话：一夜忽见其珠甚近，初微开其房间，光自稳中出，如横一针线。俄顷忽张壳，其大如半席，壳中白光如银，珠大如泉，灿然不可正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就是在说扬州地区有一个奇怪大珠，其形状犹如蚌壳，而且会放出强烈的光芒。它在当地逗留时间长达数十年，先后停留在3个湖泊中，很多人都看到过。这像不像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UFO？ 至于真假，这个我们无从考察。而类似的谜团在古代其实还有很多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古代神秘失踪的6大奇人。这6个人每一个都了不得，都是大人物。那他们是怎么消失的呢？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。这第一，老子。老子本名李耳，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老子出身于陈国，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和史学家，更是道家学派创始人，与庄子并称老庄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在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后就莫名失踪了。那这中途又发生了什么事？在《列仙传》一书中对老子出关一事是这样描述的：后周得衰，乃乘丘宁车去，入大秦，过西关，关令尹喜待而迎之，知真人也，乃强使著书，作《道德经》上下2卷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老子是在出关过程中被关令尹喜强使著书，也就是现存于世的《道德经》。在这之后便不知其所踪了。而在一些其他资料记载中，我们也能分析出他大概的路程：出函谷关，过散关，入甘肃，经由天水、清水、澧县、泰安、甘谷、陇西、渭远、酒泉等地后，回归陇西，落户临洮，最终在临洮东飞升崖飞升。那么到了飞升崖，他又去哪儿了呢？这个有传言，在他写完《道德经》后，就归隐修炼于景石山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老君山。还有的说是《道德经》惊动了圣人，然后圣人就把接走了。更有的说老子西出函谷关画湖。但这不是说老子转世成了释迦摩尼，也不是说老子是释迦摩尼的师傅，而是在说释迦摩尼当时参考了《道德经》，受到了启发，才进一步完善了佛教理论，将佛教发展光大。这也就是老子画湖的由来。所以说这个和老子的去向没有关系。至于老子去哪儿了，这始终是个谜。上面是流传下来的一个说法。2. 徐福。徐福字君房，齐国琅琊人，大概是现在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。他是秦朝著名的方士，师从鬼谷子，学了一身本领。在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让徐福出海寻找仙药，还派了大量人马给徐福。于是徐福就率童男童女3000人和百工，携带五谷子种，乘船泛海东渡，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那么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关于他的去向，这有很多。这个有说去了日本，有说去了南洋，还有的说去了海南岛，更有甚者说是美洲。但大部分学者偏向日本，因为日本的一些文化习俗和我们国家很是相似，或者说就是从我们国家的文化中演变过去的。2则是在日本学术界也有很多史料都记载了徐福到日本的情况，并且关于徐福的传说也很多，甚至还保留了当年徐福登陆的地址。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，不过说徐福是日本的开国天皇神武天皇，这个肯定是无稽之谈，感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。3. 张良。这个准确来说并不算失踪，但他的去向却成了个谜，说什么都有。这个我们也简单的说说。张良字子房，颍川城妇人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贾县，是著名的谋士，或者说著名的政治家，与韩信、萧何并称为汉初3杰。在辅助刘邦统一天下后，张良深知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，便辞去了官职，归隐了山林。自此关于他的消息在史书上那是少之又少。那么他到底去哪里了？这个有的说在辞官以后急寻其师黄石公居住的通城县张师山，并在张师山相距50公里处访得一风景宜人的黄袍山隐居了下来，并修建了梁山道观。在道观不远处创办了法贵书院，以授当地孩子文字。还有一个说法就比较玄幻了，说是张良在辞去朝中要职，经西安、洛阳来到白云山下，但见山上山下翠柏苍松，真是天山尽瘁，便上了白云山，在玉皇阁修仙悟道，采天地之灵气，练长生不老之身。但无论如何也算是得了善终。4. 李自成。李自成原名洪基，小字黄来儿，又字枣儿，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，可以说是最拔尖的一个。他杀官起义，征战四方，最终在1644
年3月19日，李自成带领了自己的农民起义军攻入了北京。而在攻入北京后，李自成的军队再也不是那个昔日骁勇善战的起义军，他们完全丧失了昔日的锐气。李自成也失去了当年闯王的豪情壮志，变得颓靡不振。更深的是，他带领他的军队烧杀掠夺，还做下了各种恶行。就这样，他仅仅做了42天的皇帝，就被迫逃离京城。而在他逃离京城后，就消失了。那么他去哪里呢？这个在史书上也是争论不断。有的人说他走投无路，自缢而死，还有的人说被村民误杀，更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夹山寺出家。至于哪个可信，哪个不可信，数百年来也一直没有定论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了，我是关止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